圣经说，人有7项原罪：盗食、傲慢、贪婪、色欲、懒惰、愤怒、嫉妒，连环命案接连涌现。面对 X 的挑衅，局长下了最后通牒：3天，抓不到全体停职。造福世界的罗马向来有2个太阳，可是这个案子里，直到最后我也无法猜出 X 的用意。据本台最新消息报道，我市著名律师冯康被人残忍杀害在家中，尸体被发现时浑身赤裸呈伏跪姿势。案发现场已经血流成河，割喉放血的时间很漫长，凶手相当享受这个过程。现场还有一架失衡的天平，天平的一端是血迹斑斑的砝码，另一端是8枚硬币。最为挑衅的是，在痕检科关灯对凶案现场喷卢米诺试剂做血迹鉴定时，一片昏暗中血液与杀戮都遁于无形，然而墙面上却赫然出现了幽蓝色的荧光。Greed 贪婪 X， 这是凶手对死者罪名的审判，更是他的杀人签名。雾城的雨接连下了几天，警局里已经乱成一团。电视机里关于这位大律师离奇死亡的新闻已经2天了。你说这8枚硬币是什么意思？我对着案发现场的照片皱眉，和同事聊着案情。阿文睁大了清澈的眼睛，从他香喷喷的泡面里抬起头。我看了看手里血淋淋的照片，冲他竖了个大拇指，佩服他心真大。阿文的性格就是只快乐的小狗。对了，忘了自我介绍，我叫许宙，是名刚刚毕业的新人警察。不知道，不过这个冯康最近可是出名的很，名声大噪。阿文打开了社交网站，点开那个 Top 榜，视频里冯康被一群记者围在法院门口采访。请问冯律师，您对这起交通肇事案最终的结果有什么看法吗？原来冯康是这起案子里富二代张世豪的辩护律师，他醉酒驾驶撞死了人还逃逸，按理说应该是重判，结果却让所有人大吃一惊。庭外和解，聚光灯下，话筒前的冯康很是得意。我只能说，原告家属做出了最正确的选择。想想看，80万，他们那个儿子就算活着，一辈子能赚到80万吗？视频一发出，在网上就掀起了轩然大波，大家纷纷指责冯康势力见钱眼开，不维护公平正义，为恶人辩诉，还洋洋自得，根本不配做一个律师。现在 X 一出手，好多人都趁手叫好，大快人心。尤其 X 在凶案现场留下的那句判词太具煽动力。你不懂天平的公正，更不懂法条的重量。原来是这么回事，我明白了。从尸体伤口来看， X 应该是实施了多次割喉，每次越来越深，从气管切到颈动脉，最后让冯康眼睁睁看着自己血流成河而亡。在整个濒死过程中， X 都胁迫着冯康不断加注砝码，只要能平衡天平，我就放过你。岂料另一端的8个硬币就是纹丝不动。 X 冷笑着，80万，我看你冯大律师的命连8块钱都不值呢。听着我的案件推演，周队面色铁青，陷入了沉默。如果 X 真是因为张世豪的案子，那下一个目标很有可能就是他。许宙，你跟阿文一起去华达公司找张世豪，老王你带几个人去调查一下撞车受害家属那边，看看是不是他们家人寻仇。所有人行动。推开警局大门的瞬间，狂风乱起，又要下雨了。似是山雨欲来风满楼。晚上8点，华达公司楼下，张世豪被我和阿文堵住，他一脸不耐烦，又问，冯康死了，关我什么事？劳务结清，他跟我一点关系没有了，干嘛还天天来骚扰我？你们警察是不是闲着没事干？阿文听着就要气鼓鼓上前，我拦住他，严肃地说：张先生，如果凶手真是冲着这个案子来的话，那么你很有可能会是下一个目标，所以请配合警方调查。让他来呀，钱能堵嘴，权能压人。他眼带鄙夷地看着我们，指着这马上就要簌簌落下的雨，就像这水能灭火，总有压制。说完，张世豪一脸不屑地撞开我的肩膀离开。打开车门，只见车内座位上一张尊爵会所的小卡片，他嘴角扬起淫邪的笑，小燕儿，老子今天没空。车子在夜色中行驶到一半的时候，窗外突然噼里噼里地下起了雨，大颗大颗的雨珠砸在张世豪的车身，突然，车身自燃，燃起了熊熊烈火，水中燃烧的火。张世豪大惊，慌乱地停车，想要逃窜，然而车门却被死死卡住，黑烟开始弥漫，猩红的火焰肆虐地向他袭来，他甚至能感觉到车身轻微的爆炸声。命悬一线，张世豪吓坏了，他慌乱地打着方向盘，迎头撞上了路边的广告牌，牌子应声倒下。张世豪昏迷之前瞳孔中的4个大字，正是出发前车内小卡片上的名称：天上人间。等我和阿文赶到浓烟滚滚的现场时，车子已经被烧得面目全非，张世豪的半边脸连带着身躯都被烧得皮肤黏黏，血肉模糊。他被推上救护车，却像受了巨大惊吓一样，抓着身边人不肯撒手，惊魂未定，神神叨叨：水不是能灭火吗？为什么火能在水里燃烧？张世豪死里逃生，一语成谶的死法，再加上卡片的巧合，让他觉得自己像是被无形中的魔鬼、地狱里的死神凝视着。这是他20多年安稳人生从未有过的。是碳化钙。张世豪在我冰冷的语气里错愕地抬头。世界上当然有不被水压制的火，就像你们也总有压制不了的人。小张总，
好自为之吧。看着救护车远去的身影，阿文在我旁边悄咪咪地出声。说实在的，我都有点佩服 X 了。我觉得他就是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让张世豪也感受死亡来临，面对撞击的感觉。不对 ，X 的目标不是张世豪，不然可以直接杀了他。我转头问向阿文，那个案子里被他撞的家属呢？他们一家已经搬走了，我刚跟他们通话联系过，并没有什么突兀的地方。一种强烈的预感涌上我的心头 ，Greed 贪婪应该只是一个开端。X 布下的网比想象的更庞大。我预判了你的预判，知道你们在张世豪身上的调查方向。甚至提前设置了小礼物给你们。礼物？难道是下一个目标的提示？灯红酒绿的会所里，天上人间的所有小姐都被召齐，水灵灵的站一排，确实养眼啊。阿文又在那里不着调，我白了他一眼。所有姑娘都在这里了吗？为首的沈老板对着周队客气的点头，语气里却只想着赶紧打发掉。这警察人来人往的，怎么做生意？哎，不对呀，我发现了，你们走廊照片上好像最红的那个就不在呀，叫什么？如新。阿文不愧盯了美女那么久，一下子发现了问题。那老板讪讪回答，如新平时并不出台，会跟客人外出。周队面色压迫，吓得队伍里一个小姐也连忙报告，还有素心姐，她也不在这儿。派动警力去调查这两个人的去向。最红的头牌，很有可能冯康不就是因为在社交媒体上名声大噪才被盯上的吗？这个 X 也许就是自诩审判者，享受着被关注被追捧，所以他的猎物就是各行各业有名的人。与此同时，城市角落的冷冻车里，一个浑身血污的妓女正惊恐地蜷缩在角落，看着黑衣人拖回地上不知是死是活的人。那人似是死不瞑目，面目狰狞地瞪着妓女，阴暗的地上拖了长长的一路血痕。警员追踪如新的位置，闯入了一家私密的高级俱乐部。不到2分钟，周队办公室的电话就打了过来。听讯完的周队憋着一肚子气，在办公室里疯狂乱踹东西。众人战战兢兢，阿文满脸疑惑。我用唇语比划着说，肯定是上面的电话，说我们办案不把握分寸呗。怎么碰到大人物的领地了？阿文撇着嘴，满脸嫌恶。就在这时，警局里的电话突然响起，打破了这份寂静。当变声器的电流传入耳朵，我像是被雷击中，迟疑地愣在了原地。嗨，徐警官，怎么嫌恶起别人了？你们不是也做错了选择吗？当下的预感告诉我，电话那头就是 X。我赶紧对着技术科的同事使眼色，让他们追踪电话来源。一边拖延时间，你什么意思？2个失踪的妓女，你们却把警力浪费在更红的那个头牌，怎么看不起普通人吗？看来傲慢的人还挺多，可惜了，我立刻意识到事情有危险。素心是不是被你抓走了？我紧张地大声质问，技术科的同事无奈地向我摇了摇头。X 的声音在耳边响起，像是恶魔的低语。怎么样，徐警官，定位到我了吗？居然敢打电话到警局来挑衅，简直是把我们当小丑玩。X 挂断电话后，周队怒极，立刻给我查。痕检那边证实，车身确实是被人涂了碳化钙，这种物质遇水以后会产生易燃易爆的气体乙炔，也就是水中燃烧的火。周队拧着眉头，排查这辆车，看看有没有可疑人员优接触。行车记录仪呢？跟车一起被烧的毛都不剩。阿文无奈地摆头。我回忆了一下，不用那么麻烦，碳化钙不能碰水存放不易，直接倒推。我跟阿文去的时候，他刚取车，调他公司地下停车场的监控就好。找到了。下午7点00到7点03，有一辆白色冷冻车刚好挡在了监控前，把张世豪的小车遮得严严实实。X 可能就是趁那个时候在车上放碳化钙和会所卡片的。车牌号是 MX12245，立刻追踪这辆车的位置，所有人出发。当警方一行人终于赶到冷冻车前，打开车门时，阳光透了进来。车厢里只有一具被活活冻死的冰尸，尸体面部表情狰狞扭曲，男人的下身整个被染红，冰雕裹着血色，看起来像是一件诡异的艺术品。不是素心，是个男的，是沈浩，她的丈夫。之前2个妓女同时失踪时，阿文调查过素心的社会关系。他凑近细看时突然大叫，而且他被割了。阿文一惊一乍，周队把他赶下了车厢，他嘟嘟囔囔地来到驾驶室，又惊呼出声。只见素心浑身血汗，晕厥在驾驶室里，她的双手身前全是鲜血，盒子里污秽一块，正是沈浩血淋淋的生殖器。Last 色欲 X 纸条里的判词是：色欲不能进犯你的身躯，你需要自我救赎，不杀妓女杀嫖客，还直接物理阉割，没收作案工具。阿文缓过来，呵 ，X 的手段可真厉害，这就跟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一样。他凑过来，许宙，你说这 X 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啊？周队的眉毛拧成川字，你还想跟凶手共情？他是变态杀人魔。安排医院送走素心后，周队问我能不能侧写犯罪画像。我沉思着开口。凶手男，年纪20至25岁，身高在180厘米左右，身材偏瘦，受过高等教育，愤懑、骄傲，更在乎准则。自由职业，
因为家庭原因，小时候可能对女性亲属比较亲近，就这些。周队恨铁不成钢地看着我和阿文，我看你们一个个都是被 X 带进去了。我沉默着没有说话。X 判词里写的自我救赎，难道素心走上卖淫这条路，是因为她丈夫逼良为娼？所以 X 是逼着素心阉割了害她堕入地狱的罪人吗？如果真是审判 Lust 这项罪名的话，阉割加冰雕，为什么要让这个男人死2次呢？事情果然如我所料，医院里素心波动的情绪慢慢平息下来，她受了很大刺激。我们特意安排了女刑警去问询笔录。我是因为被沈浩强奸怀孕，家里人才把我嫁给他的。这样的开场白让病房里的女孩子们一时都有些唏嘘。婚后他就对我很不好，后来为了养这个家，我被逼走上了这条路。昨晚我下班回家，在巷口被人打晕，醒来就在这个冷冻车里。那你是见过 X 了？女警轻声询问。素心颤抖着，语气却透露着坚定。X 他并没有伤害我，沈浩的残缺是我割的。手起刀落的瞬间，血液泉涌，也许是又悲痛又惊吓吧。我受不住晕了过去，醒来就是在这里了。那 X 有没有说什么？他说我是第3个，3/7。3/7，脑海中所有的线索在堆积。贪婪色欲，看来傲慢的人还很多呀。可惜了，我猛然想起了那通打到警局的挑衅电话。傲慢，7宗罪是7宗罪呀。原来犯罪动机是 X 自是撒旦，要为世间为人性，惩罚审判7项原罪。不过他那话的意思是傲慢原罪的人已经找到了。不对，3/7应该是已经死掉了。你们快看海角论坛的直播 ，X 又杀人了。警局里同事尖叫着，阿文输入着网址。好久远的论坛啊，居然现在还有了直播功能，这还是我们学生时代用的吧？然而打开之后，所有人几乎都快要被眼前一幕吐出来。阴森潮湿的环境里，男人被绑在血迹斑斑的椅子上，他的2只耳朵全被人割掉，侧面鲜血淋漓，他凄厉呜咽的惨叫求饶，脸上已经是涕泗横流。而屏幕里的那个穿着黑色雨衣、戴着手套的男人，正在用闪着寒光的尖头粗针给那人缝嘴。Pride 傲慢，这次的判词是：如果你迷失在自我虚幻世界里，那听说多余。直播结束后，哪怕警方最大程度遏制处理，然而视频还是像病毒一样传播蔓延，社交媒体上的热搜层出不穷。井号 X 再次现身直播虐杀审判井号听说多余，所以割耳缝嘴井号 X 或许是以7宗罪之名审判井号。警察局的电话被狂轰乱炸响个不停，涉及案情无可奉告。照 X 这么一天一个的杀下去，局长直接给队里下了最后通牒，最后3天，3天内抓不到罪犯，所有人通通滚蛋。整整一上午，警局里的人忙得焦头烂额，各个部门的人都在跑来跑去，着重调查这个老师的身份，以及追踪 IP 地址，看看能不能找到案发现场和尸体。周队，这个论坛的选择一定有问题。如果 X 想博得更多关注，干脆选现在最大的视频平台，不更好吗？为什么要煞费苦心选这么个年老过时的？阿文也在思考，说的是还在使用这个论坛的人，大概都是对他有情节的老用户了。所以要么 X 是这个论坛老用户，要么我应声接话，倒像是给某些特定的人看的了。突然灵光一闪，如果刚刚那个男人是直播审判，那么按照死亡时间应该是第4个，那妓女案是第3个，律师案是第1个，第2个是谁？阿文在我旁边喝着刚刚外卖的冰咖啡，龇牙咧嘴的声音传来。哎呀，我去，这破商家这么多冰，想冰死我呀！冰，想起来了，被冰雕的沈浩不是死了2回吗？既被阉割又被冰冻，我赶紧冲向法医解剖间，匆匆跟法医打了个招呼，就围着解剖台上的沈浩尸体到处找。我急促的呼吸有些不平稳，像是快要触及真相的激动。在哪儿？在哪儿？和法医提着一袋滑腻腻的胃溶物站在我身后。你是说这个？显微镜下拼凑下 Ralph 暴怒，正是7宗罪之一。法医在旁边理智客观的分析，这个 X 应该是早就料到了，他选择冰冻就是要让温度降低，胃里微生物酶自溶慢，否则我们可能看不到这项原罪了。为什么呢？为什么他要把怒火掩于冰下，把暴怒藏于冰封，而不是像前面几个公开审判挑衅呢？而且沈浩到底因为暴怒做了什么，会让 X 来审判他？有没有发现判词的纸条？我继续问向法医。胃溶物里已经提取辨别不出来了，也许有，也许没有，这会是一个未解之谜。就在这时，办公室里传来消息，那个被虐杀的老师身份出来了，所有人都去会议室集中推理案情。刘志雄，男，今年50岁，是绿藤中学高3的班主任。根据调查走访，同事最后见到刘志雄是在早自习之后的办公室。看着 PPT 上的资料，周队问：案发现场知道在哪了吗？警员摇摇头 ，IP 地址也是虚拟的，随机显示在海外。刘志雄平时人际关系如何？有结怨的仇家或者纠纷吗？警员回答：他当了几10年老师了，绿藤中学又是省重点，他社交关系里的人都挺捧着敬重他。我盯着大屏出神，正是因为如此，他才会迷失在自我虚幻世界里呀。
如果正如 X 判词里说的说多余，那么刘志雄就不是纠纷参与者，而是冷眼旁观者了。是学生，对，就是学生。那个论坛也正是那时候校园里最流行的社交媒体，一切都对上了。对于这个思路突破，大家一时都有些振奋。查到了，3年前他带的高3 15班有一起学生暴力霸凌案件，贺云行暴力伤害，导致同班同学宋习7级腹部伤害，终生只能挂尿袋。后来庭外调解，贺云行也退学去美国了。这么严重还能庭外和解？慢着，贺家，你是说那个地产大鳄贺家吗？警员不置可否。阿文却在此时突然出声：呀，我刚刚把这几个七宗罪死者比对，第一起案子的冯康就是当年帮贺家打官司的律师。连起来了，全都连起来了。警局里的气氛瞬间活跃，被戏耍了这么久，终于拨云见日了。阿文难掩激动，那这么说来，这个宋习很有可能，他肯定是因为当年被霸凌向老师求助，结果刘志雄只一味沉浸在自己高高在上的说教里，或者是冷眼旁观，所以才导致了他衍生了反社会人格，想要泄私愤，找了个冠冕堂皇的七宗罪来标榜自己。我皱着眉头，可是他的身体状况允许吗？也许硬碰硬不行，别忘了他可是会利用化学物质的人。还有啊，你的犯罪侧写画像里不就是说 X 是跟女性亲属长大的吗？这个宋习就是单亲。阿文的眼睛都亮了起来，越说越觉得就是这样。周队面色也和缓了些，还是要去调查宋习的状况，以后才能做定夺。众人都兴奋不已，终于要抓到这个传说中的 X 了。果然，就在当年宋习被霸凌殴打的废旧木屋里，他们找到了已经死去多时的刘志雄。一推开门，血腥腐臭的味道直冲鼻腔，阴暗脏污的环境里，绿头苍蝇成群结队，在尸体上盘桓叮咬。案发现场关于 X 的痕迹却清理得很干净，没有指纹，没有鞋印，没有毛发，什么证据都没有。可就当我们整装待发去到宋习家准备实施抓捕时，宋习居然失踪了。他的妈妈也不在，这是早就做好准备了是吗？调查宋习和他妈妈的消费记录，走访邻居问问最后一次见到他们是什么时候。已经第2天了，距离局长给出的最后期限还有不到2天。警局里气压一片低沉，眼看 X 就在眼前，宋习却好像突然人间蒸发了一样，所有人的调查方向都在那边，我却转身去了医院。我没有放弃沈浩那边的线索，如果一切都是 X 围绕七宗罪设下的一个圈，那么环环相扣，每个原罪的死者都应该有关联。律师割喉案、老师被虐杀案都是因为那年的宋习出事。2021年，改变众人命运的那一年，那妓女案的素心，暴怒罪名的沈浩，在那年又发生了什么呢？我来到素心的病房，他已经基本恢复，正在办理出院。素心告诉我，那年他跟沈浩的确消失过一阵子，询问细节他却犹犹豫豫的不肯开口。我站起身，关掉了录音笔，盯着他的眼睛，淡漠地道：今天只是在说七宗罪 X 的案子，其他案子我不知道，也不归我管。原来沈浩一直是雾城黑道上的混混，跟在集团后面打架斗殴，寻衅滋事。21年3环开发项目落地的时候，房地产开发商和集团起了冲突，当时闹得特别大，房地产负责人意外死了。后来没办法，我们这群小喽啰只好到处东躲西藏，等事情平息了以后再回来。死了？怎么死的？我也是年前刚被分配来这工作，并不知道这档子事。不知道，沈浩说好像是因为底下的人枪支走火了。走火绝对没那么简单。沈浩死也许是因为知道这其中的秘密。那个房地产负责人是谁？素心说了2个字，我只觉得瞳孔骤缩，浑身血液翻涌。怎么会是他？我从医院赶回局里时，微风拂起，跟一个外卖员擦肩而过。你去哪儿了呀，大哥？阿文见我回来，把手里的资料递给我。据他邻居反映，宋习高考落榜以后就一直蜗居在家里，也不与人接触，性格确实有些古怪。他的妈妈倒是很和善，照顾他很辛苦，一个人要打好几份工，保洁服务员都有的。后来因为儿子吃腻了他做的，天天点外卖，他就专门做了外卖骑手，天天给孩子送外卖。我突然想到刚刚和我对视的那个外卖员，他黑曜石的眼睛里透露着和善，现在想想分明是诡异。我立刻看向桌面，你们刚刚点了什么？香辣水煮鱼呀，你不知道这家水煮鱼可火爆了。阿文又露出他那副快乐小狗模样，天天都是案子，还不得吃点好的哄自己一下，别吃。阿文被我突然的制止声吓了一跳，那个人不是骑手，快跟我走。我给技术科的同事打电话，王哥，能不能帮我查一下非机动车牌号是 M4068 的位置？我靠，你变态吧？你咋知道他不是骑手，还把人车牌号都记下来了？阿文瞪着圆溜溜的眼睛吐槽，似乎还在怪我把他从心爱的美食里拽走。我进来的时候就发现门口的外卖车上没有放手机支架，路过那个外卖员的身边也没有听到手机订单声音，他神色轻松，一点都不像注重时间观念的骑手。最关键的是，宋习他妈妈曾经就是这家水煮鱼店的服务员，你都不看资料的吗？阿文拿起手里的外卖软件，真的他一直都没有点已送达，正常骑手怕超时刷点已送达。
哎，我们直接用这个外卖软件跟踪他不就好了？干嘛还麻烦技术科的王哥？你觉得 X 会在平台留下真实信息？阿文识趣地闭上了嘴，嘿嘿尬笑。车子开了大概10几分钟，看着 GPS 上那个点越来越近，我跟阿文都紧张的肌肉紧绷。我后悔了，呜呜，就我们俩会不会被 X 直接干掉啊？随着绿云小区电梯门的关闭，阿文喘着气逃窜到我身边。12楼，12楼。幸亏我机智装作打电话跟人见面，进错电梯，不然你才不知道 X 去哪楼吧？我冲着得意的阿文比了个大拇哥。刚刚我已经打电话通知周队了，注意安全。必要时，我突然摸到自己腰间的枪，糟了！刚刚去见素心，怕她情绪不稳害怕，特意取下来放办公室了。我深呼吸，听天由命吧。当12楼的电梯打开时，我和阿文一把将入室门前还没来得及反应过来的骑手按倒。冰冷的手铐锁住他粗糙皮肤的一瞬间，他整个人颤抖着嘶吼：“杀人了，杀人了！”居然真是一个外卖员。然而顺着他惊惧的眼神望去，室内的景象简直是难忘终生。我和阿文出现场以来第一次见这么恶心的。房间的门虚掩着，客厅4米长的鱼缸内，一具女尸被一群食人鱼疯狂地撕咬着，碎肉蟹池，女尸任人宰割的姜木和凶残发欢的食人鱼形成了巨大的视觉刺激。哦，阿文胃里不断翻涌，吐出大口大口的粘液酸水。Gluttony 暴食 X 留下的判词是：饕餮必遭反噬。原来这女孩是一个吃播网红，本来也无可厚非，但是最近被曝光镜头前都是假吃，视频是剪辑的，直播是催吐的，合作品牌是无良的。在宋席因为挂着尿袋无法合理进食的同时，有人却如此利用人性弱点，肆意纵欲，贪财为饕，贪食为餮。难怪 X 会盯上他。就在这时，我的手机响起，接通后双方都是沉默。我缓缓问出 X， 对面的人不置可否：“你不是宋席对不对？”轻松阴质的笑声传来，哈哈哈哈，我还真是没看错你。怎么样，水煮鱼好吃吗？我看着已经到现场的法医正在打捞的碎尸，胃部一阵痉挛。我就知道是你 ，X， 你今天去公安局到底干什么？难道就是为了把我当小丑戏耍，以为骑手是凶手，结果他是目击者？我是想跟你做场交易。交易？我知道你今天去找了素心。一瞬间，所有线索在我脑海里迅速转动，像是记忆碎片一样，逐渐形成一个人的名字。X 的声音就在耳边，他一字一句说出：“不要叫他回来，与他无关。”此话一出，如同自报其名。X， 我知道你是谁了。哦，是吗？那真为你开心。他话音刚落，我耳膜里突然划过一道熟悉的枪声。92式的枪口出速度真能达到360米每秒吗？徐警官，我浑身愕然，愣在原地。是我的枪。他假借外卖之名，就是为了在众目睽睽之下顺走我的配枪。你到底想干什么？我的语气充满了愠怒和紧张。警察丢失配枪是很严重的，不仅现在我会被立刻停职，如果我的配枪犯了事，我是要坐牢的。5/7了，还剩最后2个，我的审判就要结束了。你这个魔鬼七宗罪，你真当自己是撒旦，自己是上帝了？ X 的讥讽声里透着狠厉与决绝。不想跟你们一个个完了，记住你答应我的，一切尘埃落定，他会物归原主。好，我答应你不会叫他回来。我果然没看错你。警局里，我来来回回地走着，纠结于要不要把一切和盘托出。宋席是受害者，阿文在文件中头也不抬地应和。我们知道，他不是这么多年一直都生活在阴影下。我深呼了一口气，激动地辩驳道：“我说的是，他是7宗罪案的受害者，他不是 X。”办公室里鸦雀无声，针落可闻，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小许，你怎么知道？周队也紧张地问我。刚刚我跟 X 通过电话，就在这时，门外突然迎来了浩浩荡荡的一群人，来人正是地产大鳄贺氏集团董事贺云深。他还是从美国回来了。没错，苏欣最后说的，21年被黑道集团杀害的那个地产负责人就是贺明、贺云深、贺云行的父亲。答案不是早就告诉你了吗？ X 就是贺云行。X 算漏了一点，他没有想到他哥哥贺云深会是宋席这么多年的资助人。宋席失踪以后，警察调查他的社会关系，按例电话询问了哥哥。然后贺云深得知国内的一切，迅速回国。随着那么多熟悉的人名出现，也许他也敏锐地感觉到这场7宗罪的幕后可能是自己的弟弟吧，所以才来得那么急。从贺云深的口供中，我们得知贺云行其实是私生子。21年，父亲被黑道集团杀害后，弟弟的妈妈就选择了自杀。后来他就成为了没人管的野孩子，也是从那时开始，他生成了暴力倾向反社会人格。后来在一个大雨滂沱的雨夜，贺云深将弟弟带回了家，宋席的案子以后就把他送到了美国。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我弟弟就是他，我所做的也不过是例行配合。贺云深坐在警局的椅子上，面带礼貌和善，却又拒人于千里之外的疏离。距离局长给出的期限只剩下最后1天了。当晚，我垂头丧气地走在下班回家的路上，夜色深重，昏黄的路灯下影影绰绰，我觉得好像有人在一直跟踪我。我警觉地不断往前往后看，
直到头顶的阴影笼罩下来，在我上方的树上赫然出现一个黑衣人，拿着钝器朝我头上重重一击。我昏死过去，醒来时已经浑身被绑，动弹不得。头上剧烈的痛感袭来，我抽搐着嘴角看了看四周的环境。这应该是位于雾城郊外的一个别墅阳光房，这就是 X 最后的审判场吗？从我被绑的位置可以看到，斜侧有7个展示柜，分别是死者的东西：律师的法条、妓女的高跟鞋、愤怒者的空空如也、暴食者的食人鱼、傲慢老师的缝针，还有2个。可是我的视角受限，只能看到冰冷的展柜外框，我不敢想里面的东西。难道宋琦和他妈妈已经……透明的落地窗外是青绿色的树影， X 站在斑驳的光系里，任由阴影和光亮错综复杂，洒在他的脸上。宋琦呢？他妈妈呢？你把他俩怎么样了？我怒吼着，浑身颤抖，质问着2人的失踪生还。你骗了我！我没有骗你。你哥哥一直都是宋琦这几年来的资助人，是警方通知了他。贺云行眼神触动着，他一直就对我很好，突然又像是目光狠厉，下了决心一样。X 按下了身边的机关按钮，暗室里被绑着的2人重见天日。宋琦的母亲已经晕厥不知是死是活，宋琦面色惨白，嘴被堵住，那双虚弱的眼睛在见到贺云行以后淬出恨毒的目光。别这样看着我，宋琦，3年不见，难道你不想我吗？贺云行的脸上露出扭曲的笑容。2个月前我就从美国回来了，我想见你。你果然没让我失望，即使人生一片污秽，还是活出了自己微弱的光亮。我知道海角论坛是你在运营。原来如此，那个直播平台，我当时就猜测肯定是要给某些特定的人看。原来贺云行就是想让宋琦亲眼看到刘志雄被他处决。可是这样，宋琦不算啃老懒惰，那 sloth 懒惰原罪是谁？贺云行一边说着，一边拿出了他的那把配枪。我恨一位高高在上、说教不劝阻的刘志雄，恨见钱眼开、罔顾正义、为我辩护的冯康。你不知道，我甚至偷偷跟踪你，跟踪你妈妈。我知道她很辛苦送外卖，正是因为跟踪她，我才发现了饕餮不足的那个网红主播。一想到你连吃饭进食都要小心翼翼，他们却那样纵欲低劣，又一为敛财骗害别人，我怎么会放过他？我怒吼着撕破他的说辞。那素心和沈浩呢？他们又与你有什么关系？我不是放过他们了吗？色欲和愤怒原罪者。 X 的眼神里有着一闪而过的痛苦与脆弱。说到底，其实最该恨的应该是我自己。就在这时，贺云深赶了过来。我收到你的短信了，小邢。他看着被绑着的众人，还有那些血腥的展示柜就在眼前，终于确定这场席卷雾城风云的七宗罪审判的幕后真凶真的是自己的弟弟。贺云深强压镇定，清了清嗓子，伸出手臂，听我说，小邢，交给哥哥，我会让你安然无恙回到美国。来不及了，来不及了。看到贺云深， X 的所有理智似乎都已经崩溃，我也在这个时候趁机掰我的手臂，骨头脱臼的瞬间疼得我冷汗直流，我咬着牙将绳子解了开来。千钧一发之际，我扑向 X， 将他手里属于我的配枪夺下。贺云深也帮着我一起制压他弟弟，枪支在3人手里激烈的争夺中走火，子弹划过展柜玻璃碎片，顷刻炸裂四飞。X 在枪被夺走的瞬间抓到了一块玻璃碎片，他拿着碎片死死抵在了被绑着的宋琦脖颈处。不要过来，谁再动我就杀了他。贺云行双目猩红，我却突然看到被打碎的懒惰和嫉妒的展示柜后空空如也，什么都没有。哈哈哈，你们终于还是发现了。X 凄厉地笑着，我听起来却像是在哭。其实 sloth 懒惰罪名是我， envy 嫉妒罪名也是我。要是我乖乖听妈妈的话，门门功课都考第一，爸爸是不是就会承认我们？要是我不在挨打的时候哭出声呼疼，爸爸是不是就不会发现厌弃妈妈？妈妈每次都会抱着遍体鳞伤的我哀求原谅，她明明天天都在说的呀，她只有我，我只有她，我是她这辈子唯一的希望。X 追忆起往事，只觉锥心刺骨，眼泪无声无息地从脸上滑落，眸光死寂一片，又变得幽深狠厉。可是21年爸爸死后，他就吃药自杀了。他根本不要我，没有人要我。X 越说越激动，青筋暴起的手紧紧握住玻璃碎片，抵着宋琦的脖子。巨大的波涛在他的腹腔里横冲直撞，他双眼血红，绝望似是荒原无边无垠。突然，他的目光流连到了地上晕厥的宋琦母亲。他哽咽着，面带眷念地说：“放心，你妈妈没事。我羡慕你，宋琦。”贺云深在对面着急地呼唤，还想要挽回。小邢，你还有哥哥呀，哥哥要你。X 眼眶泛红，看着哥哥，泪里带笑，对着近在咫尺的宋琦低语：“更嫉妒你。”然后决绝的不带一丝挽回的将玻璃滑向自己的咽喉。血液喷射的瞬间，我重重的跌坐在地上，任由泪珠滚落下来，撕心裂肺的嘶吼着：“不！”几个月后 ，X 的墓碑前，我见到了宋琦。他明天就要飞到美国，贺云行的遗嘱里将所有的财产都归到了他名下，包括哥哥。互相点头致意后，我看着那个清瘦的背影走下楼梯。墓园里的树影斑驳，宋琦向右挪了几步，任由光影交错洒在脸上。记录7宗罪的但丁神曲里，炼狱的另一个一本是救赎。
宋席，我审判了我们悲惨命运里所有的罪名，包括我自己。惩治也好，赎罪也罢，我要还你一个清白的人生。